大家好，今天是26日，也就是全美的失业救济金过完今天就没了，下个星期就没钱拿了。而我们的美国总统川普人在佛州海湖庄园度假，推特不停，他还在抱怨选举舞弊不是阴谋论，是事实。我帮参议员赢得选举，他们都忘了。川普寄望负责主持两院联席会议的副总统潘斯阻挠国会认证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共和党议员仍在尽最后努力。川普迄今未承认败选，距离拜登就任总统只差国会认可选举结果。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警告，如果川普继续不签署国会通过的疫情纾困法案，将会产生破坏性后果。大约1000万名美国人将无法领取特别失业救济津贴，很多小型企业将无法度过冬天。政府资金亦会在几日内到期，意味联邦政府员工将不能够获得薪酬。川普拒绝签署涉及近9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以及大约1.4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法案，形容法案可耻，要求国会修改，将向美国民众发放的个人补助金由每人6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纾困金再陷入前景不明的命运，国民拿不到迫切需要的援助，越来越令人沮丧。各州长对国会及川普的不满也持续升温。不管民主党或是共和党州长的高层幕僚均表示，早在一篮子纾困方案谈判期间，州长们对联邦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毫无协调的做法已到愤怒的临界点。现在纾困案不知何时落实，更令怒火加剧。这些受访幕僚担心触怒总统及共和党人，均要求匿名。其中一个民主党籍州长的幕僚表示，他从来没有这样讨厌国会。几个月来，联邦政府在应对疫情早已令人抓狂，一点措施都没有。国会两党21日深夜达成一项9000亿元的援助计划，直接提供每人600元支票，以及每周300元失业津贴。其他还包含数十亿元的中小企业补助、食物供应协助、疫苗分派、运输及健保等。一般相信川普会签署这个法案，然而川普却在22日声称不满意这个耻辱性协议，同时要求国会修改法案，将一次性补助额提高到每人2000元。州官员表示，若总统不尽快签署法案，那么在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数以百万计依赖失业救济支票过日子的民众难以度过困境。其中一位共和党籍州长的最高层幕僚指出，若是总统签署法案的时间拖得越长，劳工部要完成细则的时间也越长，新增需要援助的人也越多。由于疫情关系，大多数州损失数以10亿元计的税收，从而造成预算的巨大缺口。与此同时，早前的刺激经济法案要求各州和地方政府在年底前削减联邦政府拨款，使得各州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一位民主党籍州长的幕僚形容，除了意识形态分歧外，部分党籍的州长都有集体挫败感，感到非常沮丧。亲近川普与熟悉白宫的人士说，川普的主要目的是为引起人们注意，并向他的基本盘传递一个讯息，即他计划再战2024年。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先前就请求川普先签下现在的方案，后面再补上2000。按照事情逻辑来看，川普总统应该回拖到星期天凌晨前签下这份法案，毕竟这些日子来，川普总统靠纾困金回到聚光灯下，如果不通过，后面星期就没有了，吃力不讨好。你们同意吗？有其他意见请在下面留言，喜欢的请点赞订阅，谢谢你们的观看。